真想死！撤！现场就是这种情况吗？对啊，我们来的时候那俩车已经撞了。快过来！你看这烟冒的，快！小芝，然后那快过来！那女的就在那。小芝，你坚持住啊！我现场就看见两个人。来，我再确认一遍，当时已经是这种情况了。走啊，对啊，马上到医院了。对不起啊，是我来晚了，是我来晚了。来，赶过去封锁现场，快！小芝，坚持住，小心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具休眠体的名字叫做 Sleeping Beauty。它被人意外发现的时候呢，它躺在一具棺材里面，沉在了湖底。不过幸运的是，这具棺材的封闭性良好，所以棺材并没有进水。这具休眠体现在才可以重见天日。法医验尸鉴定结果为，它的死亡原因是由于颈部动脉被割断，导致失血过多，初步判断为仇杀。是谁？到底是谁放干了我的心？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凶手。开车回家的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2名货车司机当场死亡。目前，田径之已被送往医院抢救，生死未卜。不少田径之的男粉丝们在医院门口苦苦等候，等待偶像脱离危险的消息。第一新闻为您报道。为什么我能感觉到这个女孩的心跳？妈，晚上我不回来吃饭了。李先生，你放心吧，这件事只要在网络上一发酵，你就等着出名吧。那个男人还可以，我看过他微博，岁数大点儿，好像还挺有钱的。100年，只用了100年，这个世界就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好事好事，拍照拍照。田小姐，粉擦太厚了。还有，昨晚周3必须得办出院手续了，好好休息。真的好假。睡觉还化个死人妆啊！别装了。都说了，让你拿张轩轩代言的那款粉底，我代言的那款粉底，这化妆师都拿来给死人化妆呢。张轩轩代言的粉底，我用了，贵的就是好。你看看，肤色漂亮吧？漂亮。导演一看到你，一定哭着跪下来求你去演女1号。那是，你到底为什么装睡？刚刚护士还让我出院呢。你在这住了1个月还不够啊？
你的粉丝在外面守了你1个月了，明明身上连个指甲大的伤口都没有，亲朋好友你都一概不见，难道你是想把这房间当龟壳，打算缩一辈子吗？别说那么难听嘛。虽然我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但是那2个卡车司机可是都死了。从车祸现场的照片来看，我至少得住3个月以上的院才像话吧。而且他们都误以为我伤情严重，所以才没有翻我被拒婚的旧账呀。而且人气上涨，哎，你说我是不是否极泰来，开始转运了？人家做胎梦啊，都是什么彩云明月入怀，什么麒麟呐，什么凤凰啊，轮到我，呵，好大一艘草船，上面插满了箭，一下子就撞进了我的肚子。生你的时候电闪雷鸣，你还是脐带绕颈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没有呼吸，抢救了2分钟才活过来。我告诉你啊，被阎王老爷摸过的小孩天生带衰，你就别指望着转运这件事儿了。哦，好了，这些事情从小到大你都给我讲过8000遍了。为什么心跳的频率是一样的？田小姐，你冷静一下，是做噩梦了吗？有人，我床前有个男人在检查一下房间。田小姐，你听，好强的心跳声，扑通扑通，你没有听到吗？听到了，田小姐，这是你的幻觉，请周3啊务必要去办理出院手续啊。护士长，你以为我是不愿意出院，所以才跟你恶作剧吗？我小学思想品德课可是全校第3哎。晚安。难道真的是幻觉？现阶段来看，是个容易掌控的倒霉女人。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也许她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您的全身体检报告都在这里，身体好的真是让人嫉妒，就连骨头都好像会 bling bling 闪闪发光一样的。女明星就是会保养。
你们怎么能骂人呢？像我这样勤奋的多奇女艺人是肯定有病的，没有病才有问题。就连我们家门口诊所的老爷爷都说我节食减肥会导致我的胃缩成口香糖那么大，皮肤由于缺少脂肪会干瘪成老菜皮。哎，要不这样吧，你帮我做一个激光近视眼手术，我可以500度的近视加散光。田小姐，你1周前就做了视力检测，检测结果为2.0，现在您可以去办理出院手续了吧？要投诉你们眼科，有谁出车祸能把视力都撞好的？我有病，我不出院，我打死都不出院，我绝对不出院。我这个样子不想被记者拍到啊！你放心，我们避开了正门和后门，走的是 VIP 秘密通道侧门。大家好。真的好秘密啊！田小姐，恭喜出院，您的状态看起来很好。请问发生车祸的时候有没有哪里受到了伤害？严重吗？我觉得是心脏吧，最近很容易心率过速，经常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田小姐，出车祸那天是你男友拒绝你求婚的日子，你现在还恨他吗？不，我感谢他。我也感谢这次车祸让我知道生命诚可贵，我不会把人生浪费在怨恨上，我会继续努力工作，演出好的作品，报答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田小姐，当时报警的大叔说，在车祸现场有个变态粉丝趁你昏迷时强吻了你，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想说的？什么？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新闻报纸上都有写啊，是你自己不想看的。那有没有报警？那可是我的初吻呐！哼，你交了7个男朋友还保留着初吻呢？我那叫有原则，好不好？交往满3个月牵手，交往满6个月接吻。如果一个男人连6个月都撑不住的话，我要他干嘛？才不要像你那样未婚先孕，还被外婆赶出门，断绝关系。切！你是哪个年代穿越来的奇葩呀？妹妹做得对。要记住，配种期男人为了达到交配的目的，一定不惜任何代价的。说谎。看吧，这老男人积累了1辈子的经验，我生下来就懂。妹妹，你是不是要去洗柚子水啊？哎呀，这么大的车祸，我连根骨头都没有断，泡什么柚子水？这只能证明阎王老爷不想收你，不能证明你不倒霉。不倒霉你会被拒婚，不倒霉你会出车祸，不倒霉你会被变态强吻。我为什么不失忆？我为什么不失忆呀？因为失忆是女1号的标准配备，你是国民女2。研究材料丢失的事，进展怎么样了？我们还在努力地找。李警官调取了那晚全市路口的摄像头，筛查可疑车辆，同时也在筛查有条件储存休眠体的仓库和个人艺术馆。那田径直那边呢？还没有消息，一直拒不见人。作为车祸的唯一幸存者，李警官那边也盯得很紧。都1个月了，你知道这具休眠体对我们的重要性，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我？
还蛮帅。什么可以消肿啊？什么可以消肿？哎，这个黄瓜可以消肿。李彦之，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还敢来？去死吧！乖，别闹了，姐姐明天给你买块新电池吃，好不好？你要再敢乱叫的话，即使你价值236.8块，我也会拿黄管敲爆你的头啊，知道吗？想清楚回答我啊！Good boy。啊！哎，看什么呢？我刚才看见那里有一个仙品级的帅哥，跟我四目相对，然后被你车灯一闪就没了。你这么说，我能不能自动解读为你对我余情未了啊？啊？叶先生前来找3年前劈腿分手的前女友，有何贵干啊？我没有劈腿。你现在劈叉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到底来干嘛呀？要是探病的话，赶紧滚啊！本小姐不负责满足第6任前男友的泛滥同情心。脾气还是那么坏啊，怪不得被人拒婚了。多谢夸奖，不过你叶琛先生这辈子都不可能享受到拒绝本小姐的快感。哎呀，我明儿还有拍摄呢，书不远送啊！哎，田静植，我来找你是有正事儿的。田静植，你听我说，你出车祸那晚跟你相撞的那辆卡车上装的是我们研究中心花重金从私人博物馆那里租起来做研究用的休眠体，但是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棺材摔得粉碎，休眠体也不见了。这就是私人博物馆给那具休眠体拍的宣传照。他生前竟然还生活在这里，那这回被你们租借回来也算是荣归故里了哈。死亡原因：颈动脉被割断，疑似被仇杀。我听警察说，你受到撞击的时候，直接就晕过去了，但是从车里被甩出来的时候，是直接落在了车窗的碎片上。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不是说卡车司机疲劳驾驶吗？难道休眠体还能自己爬起来跑掉？虽然警方事故鉴定是司机疲劳驾驶所致，但是我们的休眠体丢失了，这很有可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盗窃案。如果真的是谋杀，那把你害进医院的人，你也很想找到吧？我再欣赏一下。太吓人了！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我什么都不记得。田静植，你快离开我去！你怎么了？走，走。哎，田
田静直，走，你再好好想想吧。你丢了东西找警察，不关我的事儿。你要再来的话，我告你骚扰。哎，一定是叶人渣把这脏东西带来的，一定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快跟他走，快跟他走！我刚从田静直家里出来，我担心他会有什么危险。李警官，你能给他申请保护吗？他可是车祸的唯一幸存者，除非他自己申请保护，否则我无法申请。不过叶先生，你是不是反应过度啊？女人对待劈腿分手的前男友态度不好很正常，没打断你的鼻子，你已经很走运了。李警官，我私下透露给你一点消息，这具休眠体作为研究材料非常特别。如果有其他研究机构知道了这具休眠体的特殊性，我相信他们会不择手段，想尽办法也会想要得到它。所以，就算我们的前女友田静直小姐什么都不知道，处境也不是那么乐观。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小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会去调查清楚的。蛋炒饭，25。我可以进去吗？不可以。幸好我提前得到消息，这菠萝台策划的整人节目，制片人没有一个有节操的。太歹毒了，竟然使用美人计！他们去哪儿找的这个类型啊？完全就是为了消灭我而设计的嘛！哼，不过想要整我呀，你们还差100年呢。海贼王挺好看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我说了不可以进来的。听到了？你是刚才那个人的双胞胎兄弟啊？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进来吗？不可以。那我不是。我们家门口那家咖啡还不错，我去给你买一杯啊。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你觉得你能跑掉吗？倒霉的小姐，你是那具休眠体？这位小姐，虽然是你救了我，但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救你。这对于我们两个未必是好事。哎呦，我的娘老在，出车祸了！哎，那姑娘还活着吗？还活着，不过马上要死了。报警了吗？哎呦，先报警，先报警！
哎呀，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死了，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活呀？哎，110吗？对。哎，你个畜生你！你放开那姑娘！你现在的心跳已经超过120了，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会飞吗？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当我吃了恶魔果实，那就等你当上海贼王了再来找我。那就来不及了。你能帮我吗？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可我们家住了很多人，没地方住的。这里除了你，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只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找到我要找的人就走，不会打扰你很久的。作为回报，在借住期间，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安全？你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够倒霉的。我可不想你莫名其妙的被车撞死，又或者半夜无聊掉进下水道摔死什么的。我是因为你的血才苏醒的，你若出事，说不定我也会有麻烦。好，住在这里可以，没问题，江湖救急嘛。不过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坦诚的来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彼此内心的真正诉求，还有生活习惯以及基本的背景情况。说人话。你是什么物种？从哪里来？400多年前我是正常人类，后来发生了一些怪事，于是我就变得不老不死。几百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没想到，前些天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是关于端粒和端粒酶的。或许我长生的秘密就在其中。人类衰老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简单的说，我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基因突变。救命啊！我这是召唤出来的什么鬼东西啊？您吃什么呀？我比较喜欢人类正常饮食中的液体。比如说这个，你最喜欢的奶茶。您确定？现代人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你刚说是我的血把你救活的，那你是不是该喊我妈妈？如果说你没有献过血的话，至少也见过吧？没有知识也得有常识吧？哎，那你刚才还说后来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哎，停！千万不要说，
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什么都没听到。老板，我查了一下他在医院的医疗记录，全部都是疗养，根本就没有治疗项目。果然呐。另外，这个叫薛灵桥的人，果然如您所料，几天前去黑市做过证件。不过，您是怎么知道他去黑市做的证件？我只是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一个人想要在现代社会生活下去，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身份。而这个人很聪明，又很骄傲，一定不会丢弃自己的性命。他居然没有死。薛灵桥除了去图书馆，有没有见过其他的人？没发现他在找人，这是薛灵桥近期翻阅的所有书的书单，还有搜索的上网记录。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干细胞研究所，丢失了10几年的记忆，原来是忘了我了。这一次，我绝不会失手。喂。好，我知道了。老板，刚收到消息，薛灵桥去了田径之家。田径之？你住这一间，平时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去我的房间。好啊，再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最好是苹果的。你在博物馆里面躺了那么久，这才苏醒1个多月，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电脑的？1个月已经足够我学会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了。从旧报纸上得到这100年的发展信息，说不定比你这28年学到的还要多。是，您是不老的妖怪，我当然不能比了。不过，你妈有没有教你不可以随便透露女人年龄啊？第一，我是人类，只是有些特殊。第二，我的母亲大人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了。说的怪吓人的。对了，你可是研究中心花了大价钱租借回来的休眠体，而你明明是自己苏醒跑了，有2个蠢蛋还以为你是被偷了，在到处找你。你刚才说的那2个蠢货，是你的第6任和第7任，对不对？真是个八婆的妖怪，这都知道。难道我已经红到你们妖怪界啦？我说了，我是人。你这样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掉，真的很不地道哎。唉，叶人渣这次真是损失惨重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血让我活过来的？你就当是迟来的分手费，是这么说吧？谁的分手费会自己长腿跑到别人家来？你的。自辩。哦，对了，我知道你神出鬼没的，不过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头，或者突然从路灯下消失，我会被你吓死的。怎么办？对了，在线求助。有了，阳光，但他好像不是怕阳光的那一挂。
怕的是。Round 1。每台电脑都装有木马软件，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生闲的吃饱没事干。我觉得是黑客干的，你还不知道吧？图书馆的监控系统也被入侵了，说不定是同一个人干的啊！你是说有一个变态偷窥狂在监视图书馆啊？哎，谁知道呢？赶紧修吧。田小姐，你是谁？请问这里是田小姐家没错吧？请问你是谁？我叫冯栋栋，我是田小姐的助理，冰冻的冻，因为我妈生我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雪。钥匙门口站着一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猴子，你让他进来，他是我助理。进来吧。田小姐，你昨晚没睡好吗？折腾了一晚上。一晚上？不愧是田小姐，能找到这样身材好又帅的猛男。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知道的，我们家表兄弟加起来有18个，他就是18罗汉之一。你不用管他，他过2天就走。表兄弟，你是不是这2天论坛上热议的那个图书馆男神？还真是，哎，我说你能不能低调点？你也想进娱乐圈？你不能删掉吗？不能，
用我无敌的黑客技术，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原图还在网友手上，他们还可以再发。你是黑客？一点点了。不过，如果朴兄弟有任何电脑方面的问题，东东都可以随时候命的。谢谢。冯东东，别搞错了你的主子啊！田小姐，今天上午10点是角色的拍摄，下午4点是传说中屋子的试镜。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导演说了，非你不可啊！好没挑战啊！你也没演技啊！好帅呢！哎呀，这是哪里的图书馆？求剧透，求组团偶遇。老公，想你，么么哒。不要过来！你走开！不要杀我！救命啊！救命啊！不要过来！救命！不要杀我！救命！不要杀我！导演，刚才我演的怎么样呀？挺好的，挺好的。回家等通知。啊，真的呀！谢谢导演啊，辛苦了。谢谢导演，拜拜。下一个转调。下一个。田小姐，事情怎么样？你受伤了？假血。不过冯助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非我莫属的女2号，导演喊了100多个人来试镜啊？满了？啊，最好的品种。不过，田小姐，你买这个干什么呀？榨汁。向云哥，小芝姐的住院档案拿来了。辛苦了。那个护士长啊，可真是厉害，就只对你笑啊笑啊，可是没有搜查证，一点都不肯配合警察办案。科长也真是的，一个搜查证都要搞这么久。小杨哥，有哪里不对劲吗？出血量不对，小芝身上没有可以出那么多血的伤口。如果不是小芝的血，那这些血很可能是盗窃者的。有鱼仔，跟我去趟医院找这条裙子。好，我去开车。快！表兄弟，你要买相机啊？我可以帮忙推荐的。我叫薛灵桥。好的，大乔哥，以后大乔哥有什么需要洞洞帮忙的地方，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表兄弟，最近怎么不去图书馆了？大乔哥当然不能再去呢，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在图书馆等着他呢。这还仅仅只是几张照片的影响力。要是我们大乔哥真的进入了演艺圈，说不定比田小姐你还要红呢。冯东东，我告诉你，
我可是凭借实力打败了100多个竞争者，才得到了传说中屋子的女2号。可是啊，我怎么听说，全都是因为张轩轩小姐向导演力荐你，你才有机会。再给我说一遍！大小哥救我！弄不死你呢我！大小哥，再说一遍！大小哥救我！大小哥救我！你好，你说那位收藏家去国外了，他多久回来？我希望尽快拿回玉璧。好。我没钱借给你，千万别跟我借钱啊！拜拜。出血量不对，这条裙子呢？是的，我发现出血量不对，就去医院找这条裙子。护士说这裙子不见了。你的判断是对的，现场应该有第3个人。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还是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哎，你觉得哪种好？都不好。请你尊重一个敬业的女演员的表演艺术，好不好？你们演员入行没有门槛的吗？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我无法反驳，那是因为我的素养与谦虚。演戏谁不会啊？戏怎么样？有没有被我出神入化的演技给惊呆了？你开心就好。什么态度？你这是？自恋狂！别关那个页面，我在想办法联系一个人。你不是不认识别人吗？他高祖父家里面有一幅画，他说画里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如果真是这样，那有可能在100多年前，我和他高祖父有交情，所以我想联系到他，看看他高祖父是否还有其他的遗物，或许能指引我更快地找到仇人，到时候很多事就会水落石出了。你以为写剧本呢？这么巧？我又不是怪物，我怎么会知道怪物在想什么呢？怪物就在我们家呢。徐妖怪，想采访你一下，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不老不死的呢？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妖怪，我跟你一样。哎呀，知道了，你是人嘛？哎，说800遍了，你气量真的很小哎。现代人都喜欢起外号，知不知道？哎，赶紧回答问题，徐妖怪。你不是说不想知道我的事情吗？是不想知道你跟仇人的事儿，但是为了艺术嘛，勉强可以牺牲一下啦。来吧，准备好了。老爷、夫人，神医请到了。来，神医。老爷、夫人，来这边请，快，快请，快请。神医请。犬子半月前上山打猎时被云豹咬伤，老农说伤口每日换药不沾水，静养即可。可犬子几日前突发高热，一直不退，这伤口开始变黑腐烂。哎呀，这城中
叫得上名号的郎中都请过了，可是犬子始终昏迷不醒，不见起色呀。您快给瞧瞧吧。怎么样啊？大人、夫人，请借一步说话。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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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姨请，请，请。请。薛大人把其他郎中开的方子拿来我看看。好，小四，哎，快。都是止血消肿的方子，倒也没错。既然没错，为何犬子变成这样啊？人被疯犬所伤，毒液通过牙齿、口液传播，可患恐水症。云豹是捕猎高手，性情凶猛，他的毒液怕是比疯犬更加凶猛，也未可知。看令郎的情形，毒液已进入了肺腑。如果光割去腐肉，排挤脓液，也是光治标不治本，恕老朽浅薄。我从来没见过这等凶险的病症，恐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呀，神医都束手无策，看来犬子的命是真的保不住了。还请神医务必救犬子一命啊！笔墨。快！是。神医。这砒霜。乌头，这，我这个方子是剧毒之物，其药效凶险霸道，以毒攻毒，同时放血排毒、禁食，以参汤吊命。用不用，还请大人和夫人自己再做决断。哎呀，好吧，快去抓药。是，老爷，快！给老爷请安。哎呀，又放了这么多血，人怎么能撑得住啊？神医说前3日都放半陶罐，之后就是每3日1次。刚刚公子腹痛难忍，疼醒了1次，又疼昏了过去。哎呀，好，走。是。神医啊，血乃人体之根本，这样还能活吗？撑过这3日，命能保住，血总能补回来。大人放心，连公子命大福大，定能撑过这一关。这是怎么了？啊！
汤试试啊。怎么样？慢着，下去吧。薛公子吗？是啊。走，快走，快走！最近发生了何事？没啊，没什么事儿。他们不都爱嚼舌根吗？哎，公子，您不是要去茶楼吗？我们走。哎，他怎么没死啊？薛家公子啊，被豹子咬了以后又不好了，一点饭食都不进。每日啊，还要放1海碗的血，喝2碗穿肠毒药，不是变成怪物，还能是什么呀？哎呀，前2日啊，将军府上大晚上去退亲，说来也邪了门了。公子有什么吩咐？将军府来退亲了是吧？公子，您这是听谁说的？他们刚才说的你没听到吗？公子，您就别当小的寻开心了。隔那么老远，周边乱糟糟的，能听到什么呀？您听错了。我邻居家的外甥女在薛府做丫鬟，也是这么说的。哎呦，真是！薛兄，哎，你叫他做什么？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薛公子变成一个靠喝毒药过活的怪物，你怎么还敢招惹他？听说前几日将军府家的小姐刚退了薛家的婚，咱们哥几个之前个个都不如他。如今啊，正是咱们找回面子的时候了。哎，他怎么走了？哎，薛兄，乔儿，母亲，您怎么来了？娘就是觉得有点闷，想跟你聊聊天儿。儿子知道母亲要问什么，不过美人丫头送过来又拿走的饭食，母亲不都亲自看过了吗？虽说普通的饭菜吃不下，但是儿子眼下只要喝着参汤还有菜汁，也可以好好的活着。婚退就退了，反正这也是一门没有见过面的娃娃亲，外面的人想说什么随他们说去。外面的人怎么说，娘都不在乎。娘就是让你快点好起来，还是让沈姨再想想办法吧。啊，夫人，公子，沈姨来了。沈姨，快请坐。夫人好，公子好。沈姨，请坐。今天感觉身子如何呀？我感觉一切都好。这怎么叫一切都好呢？到现在吃不下饭食，你说这么大个个子，只喝些汤汤水水，这怎么成呢？是被那些汤药伤了胃肠，慢慢调理，急不得啊！我看看，哎呀，烧酒。这才3日，不可能啊！匕首，沈姨，不要怕。
把乔儿给带走。老爷，要是乔儿被带走了，那就完了。不用担心，咱们就这一个儿子，说什么也要保住他。快，五海门都杀进去！等你们杀进去，怪物早就跑了。再过半个时辰，后门就没人守着了。到时候我带大家从后门悄悄进去。好，走，走，快！乔儿，这么晚了你……乔儿，你这是做什么？母亲大人，父亲大人，请听孩儿把话说完。如今孩儿身体异于常人，留在家中恐为家族留下祸端，后患无穷。怎么，你要走？唯有离开，父母才能过太平日子。我要寻遍名医，总不能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怪物，受人诟病。哪是什么怪物？娘懂你的意思，走吧，走吧。只要你好好活着，娘就无所求了。父亲、母亲大人，请你们恕孩儿不孝。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才能重逢。望二老保重身体。乔儿，乔儿，安心的走吧。这个是老祖宗留给娘的，现在替娘陪着你啊。按照您的要求，画好之后特地进行了搜救处理。好，薛灵桥那边怎么样了？他已经留言说想看看这幅画。把握回复的时候，小心被怀疑。他现在失忆了，应该比我们要着急。明白。我的胸口不是公共设施。徐小怪，我知道那个奇怪的心跳声从哪来的。这里，好像只要稍微的距离远一点，就会不安的跳个不停。由于是你救了我的原因，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心跳频率是相同的。只要靠近就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太近或者太远的话，就感受不到了。你对我也这样吗？只要你情绪波动大一些，无论多远，我都能感受得到。难道这就是电影中传说的心电感应？我更愿意称之为相互牵制的作用。那范围呢？不清楚。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往那边走。停步道继续走。
概100米就能听到你的心跳了。你再继续走，看看多远听不到。好。大概1公里就听不到了。已经很远了。现在心跳声还很大，继续走。能听到吗？能。你确定？继续走。现在呢？喂，喂，能听到吗？喂，再见！500公里以外的血妖怪，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回来了，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大仇未报，需要想个办法，让他主动留下我才行。我对女婿的要求那么低，那为什么小芝每次都嫁不出去呀？哎呀，你也别过度悲观。我们家妹妹的桃花运不断，之前还交了7个男朋友呢。那为什么每次都是分手告终呢？以后啊，她再遇到合适的人，就不让她分手，绝对不让她分手。就像你一样。当年死皮赖脸的牢牢抓住我。老婆大人英明。所以说呀，你不要过度的保护她，只要有几亿家产的老公，让她过上普通的日子，就让她嫁。血妖怪，你活这么久，给谁熬过粥啊？那就是没有啦。就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你从哪个星球上学的黑暗料理啊？我看书上说，米、水、盐，小火煮1个小时，哪里不对？你到底放了多少盐？书上说少许，所以比米放的少了一些。哼，这个咸度完全可以把我储存起来，世世200年不化。连小叶那么笨的人都会。记得把碗洗了。
将画和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发过去了。好，明天的收网务必万无一失。小妖怪，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失败啊？活了500年，连个粥都熬不好。我不是厨子，有什么关系呢？倒是你，当演员竟然不会演戏。你说谁不会演戏啊？我现在就出门演戏去。你呢？不会在这准备熬1天粥吧？我告诉你，小心啊，别把我们家厨房烧了，要不然我要你的妖秘。我联系上那个收藏画的人了，约了一会儿见面。失忆男主角，祝你好运。需妖怪进入感应范围，他不会是要来偷偷探班的吧？难道是想当面嘲笑我的演技？天剑之，不要怕，不要怕，你可以的，好好发挥。来了。走。备，开机！3、2、1，开始！到底是谁把我变成怪物的？你不清楚吗？而且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心里没数吗？既然做了那么多，那么也不差这一项。怎么是小匕首啊？怎么回事？小姐，天剑之，小姐流血了！怎么回事？这是？快！送小医室去！好，快！你这怎么回事你？
这栋楼是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不会有人进出。另外，我还在外面安排了人巡逻。拉出距离，不要靠近了。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骄傲的猛兽，等你冻上1天1夜，抽干你的血，我看你还怎么骄傲。说你怎么回事？你是道具师，事先准备好的没有开封的匕首，怎么就变成真的了？这不是我准备的那把匕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管道具，你不知道谁知道？灯光是知道，录音是知道啊！哎呀，真是有可能是变态粉丝，或者是其他跟田小姐不和的女演员做的。你这是怎么回事？导演，别再骂他了，应该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小芝，你的手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伤口不深，只要不沾水忌口，很快就好了。只是我的戏……哎呀，没关系，我先拍其他人的，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出来是谁做的。那什么，你赶紧先回家先休息休息。哎，谢谢导演。走。心跳怎么这么乱？薛妖怪到底在搞什么鬼啊？停车！心跳声没了，难道薛妖怪在100米之内？田小姐，要下车吗？下车干嘛？我要赶紧回家养伤了。哦，走吧。不想让我看到你的狼狈样啊，那咱们就明天见。薛妖怪怎么还不回啊？他不会看完那幅画，想起仇人是谁，自己报完仇跑了吧？薛妖怪终于自己滚蛋了，我自由了！薛妖怪也太没礼貌了吧！好歹走之前跟我说一声是吧？害我一个人在这瞎担心。等等，我这是在担心薛妖怪吗？呵，这个笑话也太好笑了吧！哼，我巴不得他分分钟消失。哼，再说了，他这飞檐走壁的，也没有谁能对他怎么着。这薛妖怪不会上当受骗了吧？哎呀，这毕竟没有上过几天网，还是太单纯，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相信骗子的话呢？
哎，这骗子也是够缺德的，欺骗一个500多岁的老人家。咦，不过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应该立刻、马上、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羞辱他。行动！怎么一路过来，薛妖怪的心跳越来越怪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这田径之，你可是来看笑话的，要摆正态度。但这一看就是没有启动的写字楼啊，怎么会有人约在这儿啊？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打不通？在电梯里？哎呀，薛妖怪不会困在电梯里的吧？不行，万一薛妖怪真的被人困住的话，周围肯定有敌军埋伏。走后门，嘿嘿。召唤飞天小蝙蝠。就是这里了。哎，田径之，我就可以当女特工了，好吗？薛灵桥，薛妖怪，薛妖怪。薛妖怪，薛妖怪，你在不在啊？在的话，你应一声。这阴森森，我挺害怕的。我在。薛妖怪，薛妖怪，你没事吧？好了。你等等，我报警。不能报警，你是妖怪。你等等我，我马上救你啊！
手这么狠！哎呦，啊！我是没力气了，你不力气很大吗？你自己把它拉起来吧。徐妖怪，这超能力不抗冷啊！那怎么办啊？哎，你坚持一下，我马上想办法啊！徐妖怪，你千万别睡啊！这一会儿它就暖和了。对，就这样。你一会儿暖和了就有力气了，坚持会儿啊！徐妖怪，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不能轻易的相信那些所谓的网友。那电脑前坐的是个人还是条狗，你都不知道。还有啊，以你的身体呢，你就应该随身携带暖宝宝。这暖宝宝是什么呢？就是你往身上一贴，一会儿就发热了。不过，想着你满身贴满暖宝宝的样子，哇，这妖怪就是妖怪，恢复的果然快。嘿嘿，哎呦，妖怪你！什么？跑了？对不起，老板，我们可以再找机会啊。你以为他还会再上当吗？已经打草惊蛇了，暂时不要再随便行动。好的，我明白了。去救什么妖怪吗？跑腿纵火还伤风受寒的，是我脑子坏了才对。感谢的话不用说了，救你我已经后悔了。我们谈谈。谈什么呀？关于你的一切我都不感兴趣。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希望你能尽快离开，别再给我添什么麻烦。哼，还说什么保护我？现在到底谁保护谁啊？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随随便便许下诺言，然后转眼就忘，反正也不用坐牢，是吧？哼，现在倒好，我受伤了，感冒了，也没有办法工作了。
我问，这个是怎么回事？人类伤口的愈合需要时间，如果突然愈合，很容易引起怀疑。而且昨天的事情你也知道，在那种虚弱的情况下，我没法威胁给你。停！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关于你的冷门知识。第一，你是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物，没有意义。第二，你是地球上除了鸟、蝙蝠、蚊子、苍蝇和飞机以外唯一会飞。不对，你那也算飞？不是真正的飞，是通过肺部过滤空气中的氢气，再充满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以达到跳跃的高处和空中时间滞留的目的。而且根本不是我跳得不高，是你太重了。我知道了，你就像大街上卖的氢气球一样。另外，本小姐的体脂控制得非常完美，一点都不胖。好，没有异议。第三，你的血是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和伤口的超级特效药，所以车祸后我不仅没死，还百病全消。你做了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每当我试图开口告诉你，你就捂着耳朵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你也应该把我的手拉下来，大声地告诉我嘛，搞得像偶像剧里面那些男的一直在那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女的就说我不听我不听，然后他们就像复读机一样循环对白，你听我说我不听，你听我说我不听。有这个你听我说的时间，什么误会都解决了。什么是偶像剧？听起来好像挺有意思。就比如说你跟我俩从外形上来看呢，就是一部偶像剧；可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上来看呢，就是一部恐怖片儿。冯洞洞？不是，门口来了3个人，还有3个人在车里等。徐小怪，快躲起来！我为什么要躲？少废话，不然我分分钟收回你居住权。不是说和剧组的人员相处得很好吗？你到底是得罪什么人了？他才不会得罪人呢，平时可会装乖了，剧组上下都爱他，除了同组的女演员会不喜欢他。不过昨天就已经把有作案动机和时间的女演员都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死了都不知道得罪了谁。什么？你为什么非让自己的人生过得这么辛苦？普通一点不好吗？田小姐可以准备换药了。不用，那个，我觉得昨天那个医生的包扎技术非常好，我觉得我需要谨遵医嘱，明天我去找他换药。你确定你现在这个样子叫包扎技术很好吗？这内容大于形式，我说不用换就不用换了。谢谢你啊，劳烦你费心啦。可是这样会感染的。哎呀，别管他，他就是个胆小鬼，怕疼，按着也得换。我说不换就不换。田静植，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啊？手心留疤会变断上，到时候更倒霉了。张轩轩，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放开，要不然……快姐，快姐，按住他，跟你绝交啊！别让他动，快姐，快姐，快姐！你放开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碘酒没了？请，记得明天去换药。我明天一早就去。还有这辈子我最好的朋友，好好拍戏哦。我们谈谈。谈什么？你夺走我初吻的事儿。夺走你初吻？别给我装失忆。车祸的时候，被目击到强吻我的变态就是你吧？你知不知道初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
我生命中最期待的美好事情之一，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你给毁了。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这样报答自己救命恩人的人吗？打个比方，当你喝酸奶的时候，你会不会问酸奶的意见呢？当然。你当然不会问，因为对你来说，酸奶只是食物而已，没有人会刻意去非礼食物。我之所以那么做，只是为了治愈你。你可以把我当成怪物，默认你的初吻还在。那你完全可以割破手指来救我，承认吧，你就是个表里不一、色欲熏心的混蛋。干嘛？我只有用舌尖才能控制愈合的速度。太好了，这样猥琐的技术还真是变态的福音。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谁会用这样的词语来称赞自己的救命恩人？我，占了我的便宜还喝我的酸奶，还想叫我感恩？不行，一定要把他赶走。什么基因突变的怪物，根本就是个大色鬼。可是我又不能直接把他赶走，他那么会耍无赖，我又打不过他。对了，可以向场外观众求助。轩轩，这就是我们家的后花园，很漂亮，还有这里全部都是玫瑰花，怎么样？非常好看。那我摘一朵给你。不行了，不行了，我头特别晕！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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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痛，要治疗。张轩轩其实是个超级大花痴，他会把血妖怪当宠物养起来的。叶人渣。教授，可以开始了吗？这个怪物的愈合能力很强，只有舌尖部位愈合完。先把它的舌头切下来，来，放松，张嘴。不行不行，活体解剖太残忍了。小叶，雪灵桥，你已经被包围了。我数3声，你举起双手，否则我们就开枪了。1、2、3。太慢了。不行不行不行，小燕她不能有事。算了，还是明天去问问大师吧。哎，张大师，以后你会经常参加电视节目吗？我这个人一向都是接受命运的职业，所以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的命运呢，大师在一生的借一步说话。大师，咱们回头采访，我们先走了。
小姐怎么没提前打个电话？怕你不接。田小姐真会开玩笑。大师，这次你一定得帮帮我，我被一个奇怪的东西缠住了，怎么赶都赶不走。脏东西啊？不脏，长得还挺帅的，就是脸皮有点厚，可能还不是一般人。那就是厉鬼缠身呐。就当是吧。哎，大师，你有没有什么符纸啊、法宝啊、阵法啊之类的？就不用杀死他，就把他赶走就行了。你说那是《西游记》，你田小姐，你看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能够缠上田小姐的厉鬼，恐怕老夫也奈何不了啊。哎呀，大师，你就不要有所保留了。你的爱徒张轩轩说你可是神算界的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啊。什么意思啊？这个事儿是不是因你而起？是。对呀，所以说你就是那个铃儿，不是你就是那个系铃人呐。你想，他能够缠上你，说明他有未了的心愿。你只要帮他把心愿完成，他自然就走。你找我干什么？那为什么是我呢？缘分。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你看啊，我用我的血救活了你，你又这样无耻的救活了我。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俩算扯平了。现在你住在我们家，所以我觉得咱俩有必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谈什么？你的真实目的。我说过，我在找一个人。找什么人？名字、性别、年龄、相貌告诉我，我可以去帮你登寻人启事。我说过，我不记得了。不能说这么笼统，我一丝希望都看不到了。我觉得这一劫我是逃不过了，所以把你还能记得的事情告诉我，让我帮你一起找到这个人。不要担心我会遇到什么危险，大不了再让你占几次便宜，当回报社会好了。你要是能帮忙，那就最好了。我要找的是100多年前那个放干了我的血，害我在棺材里躺了100多年的人。放干你的血？你的血不是流不出来吗？那晚你也看到了，如果长时间处在低温之下，我会变得很虚弱，能力也会慢慢的消失。原来如此啊！那你要不要吃冰激凌啊？看来你的仇人本事不小啊。那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肯冒那么大的风险都要得到我的血，不就是想跟我一样能够长生吗？有道理。可惜我完全不记得他了。我被扔到湖里之前，那10几年的记忆消失了。你那天说你去见了个人，后来发现他不是你的故人。啊，把我从博物馆里租借出来做研究的人。以前我以为他是我的仇人，看来是个误会。不是的。你是说研究中心的李教授？难道你认识他？当然，他是叶琛的研究生导师。我跟叶琛还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人还不错。那天我在学校拍戏，还碰见他了呢。担心我上次车祸有什么后遗症，还建议我抽个血做检查呢。我一想，我的身体估计被你的血改造成什么奇怪的体质了，所以我就拒绝了。是不是很聪明啊？没有什么别的线索了吗？啊，我去过之前曾经住的地方，
那里已经变成了供人参观的故居，而且从屋里陈列的物品来看，我极有可能是最早的一批摄影发烧友。如果有什么照片留下来，应该会是最好的线索。在你找到那些照片之前，你这条线索的价值为0。说的也对。所以你就只能等待奇迹出现了吗？那个神秘人知道我已经苏醒过来，肯定会找我寻仇，所以想必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想再次置我于此地。我觉得把我运来做研究这事跟他有关系，而你的前男友正在追查这件事，我希望获得他们了解的信息。你这是让我去当间谍吗？我们以前管这叫探子。没人问你这个，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啊？刚才可是你说你要帮我的，你也不想我一直住在你这儿吧？所以这就是你跟我同居的原因？没错。我还以为……算了。怎么？还以为是你的美貌吸引了我？我不美吗？不错，还可以。可惜人妖殊途，死了这条心吧。那你会帮我吗？我有其他选择吗？等等，为什么是你在开车啊？放心，我有驾照。上次办假证的时候遇到促销，买2送1，我办了护照和学历证，就送了我一本驾照。所以你之前在国外开那种加煤的车，每开10几分钟就要停下来去加一次煤？那如果万一你开到路上没有煤了呢？怎么办啊？是发生过这种事，只能停下车来，自己跑去把煤买回来。真是笑死我了，太尴尬了吧！要停下来去加煤，你自己明明就跑得飞快，为什么要去开那加煤的车呢？要想成功的隐藏在人群里，就要保持正常人类的生活节奏和速度，否则很容易被人发现。不行，上次是特殊情况，只能1次。拜托拜托，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就一下下，绝对不会被发现的。你说的最后一次哦。我要去那里。出发喽，神奇宝贝！冯洞洞，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路。第一条，就是把你的嘴巴给我闭得像蚌壳一样紧的撬都撬不开。第二嘛，就是把你跟这个秘密一起装进汽油桶里，然后灌满水泥，让它永远石沉海底。东东，冯楚林，
冯洞洞。刚才那个，你看的没错。还嫌不够麻烦？我已经说了会被人发现，可是你偏要玩，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那你起飞之前不会确认一下降落地点有没有障碍物的？我说过了，那不是飞。我当然知道你那不算飞，跳蚤跳的都比你高。那真是对不起了。如果下次我是抱着你的智商跳的话，相信一定比跳蚤跳得高。你骂我没智商？这死妖怪敢骂我没智商？我说的只是客观事实而已。你这个被放干血做成休眠体放在棺材里100年，醒来以后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的超级白痴怪物，敢嫌我没智商？呵呵呵，我这辈子就指这冷笑话活了。那倒是，有个倒霉鬼呢，出个车祸都能苏醒一具休眠体。你本来就是一本冷笑话大全。你太酷了，哥！拉响红色警报，真实拍摄《午夜怪物出没》。什么呀？糟糕，大小哥被拍到了。网站小编放话说，点击要是到了5000万，就要放36秒的清晰露脸版本。哎，田小姐，你不要走来走去了，好不好？我都快急死了！这要露脸的话，全世界都知道我家有个妖怪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奶喝多了，能量没地方使，跑去跟猫赛跑？哎，这5000万点击量很难的吧？一般来说，有个2000万的点击量就算是超级热门了。哎，我早上看的时候还是有100多万的点击量呢。点击量已经到300万了。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哪条法律说收留500岁的人会被判刑呢。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哎，你不是便便侠吗？就不能黑掉他们的服务器吗？我可以黑掉服务器，但我黑不掉原始文件呀。而且这是犯罪，我会被抓起来的。这样你就没有助理了。起开，助理可以再找。哎，趁现在还没人知道你在这儿，君子报仇10年不晚，赶紧走吧。不行，下午霸道总裁爱上我有重播。完蛋了！哎，你别逞强啊！你是女主角，你都不用替身，我用替身合适吗？你不懂，跳楼是我的爱好。爱好真扭曲。同学，这车到你们俩了。哎。立正，准备，下，1、2。
干什么？你敢跟我抢男人，就要做好死的绝活。2、3、1、2。田静植，是你要逼着张轩轩跳楼，你不要一脸自己要跳崖自尽的表情，好不好？对不起，导演，再来一次吧，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我难为你了。你没事吧？导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再来！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你敢逼她？你知道她是我的女人，你知道吗？不要！啊！杀了你！不要！不要！不要！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杀你？这些都是他的人吗？啥？杀什么？杀你个头啊！我在拍戏，偶像剧，你早上不是还在家看过吗？怎么了？怎么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别拍了，别拍了！导演，是不是该喊咔了？咔！被你害死了！这怎么回事？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说，我说什么你都点头，听到没有？点头啊！解释一下，我们是在医院认识的，在我住院期间悲伤痛苦的时候，都是我们家大乔陪着我。我们家大乔听说我跟男主角有对手戏，就吃醋，所以偷偷跑来片场，所以就闹了误会。其实他平时超级温柔的，对不对？你男朋友是做武行的吗？哦，他呀是跆拳道教练，还喜欢跑酷。怎么样，身手不错吧？他在我住院的时候就是这样跑到我的病房窗户上送我花，才打动我的。这样的情况一般不应该报警吗？嘘，别瞎说，这是爱情的力量。请问薛先生，没什么要解释的吗？即使是吃醋，有必要跑到片场来打人吗？刚被拒婚又闹出绯闻的话，她苦心经营的乖乖女形象就会被你一夕之间毁掉，你知道吗？无话可说了吗？还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对别人的感情说三道四？幸好男一号没事儿，导演也替他说话，他经纪人才说算了。田静植，不管你突然从哪里窜出来的一个男朋友，请你管好他。可以说话了吗？说。张萱萱小姐，本人比电视里漂亮。哎，老板，视频的事儿我已经跟网站方面交涉过了。不过老板，仅凭这段模糊的视频，
您能确定一定是他吧？宿命般的老朋友了，怎么会认错？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让视频曝光，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存在。好的，老板，您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李教授想见我一面，你安排一下。我一直以为你来是给我挡事儿的，没想到你才是我的事儿。点击量层层的往上涨，一天1000多万，你马上都要被全人类通缉了。你往好处想一想，你的搜索量也会暂时超过我的宣女神。喂，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担心什么？你也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大不了就回深山老林去做妖怪。我呢，之前还是个窝藏妖怪的罪名，现在倒好，要背着和妖怪交往过的黑历史过一辈子，说不定还要被他们抵制成人类的公敌呢。放心，我带你一起去深山老林。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你继续沟通了。千万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导演，我带我男朋友来跟你道歉了。没事没事，小芝，我实在不知道你有这么严重的恐高症，以后有这种情况就找替身演员演就好了。导演，你真的太好了，只要以后拍戏的时候不要被恶鬼附身一样就好了。啊？小芝，我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小芝，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跆拳道馆教练，偶尔跑跑酷。怪不得身手这么不错。是这样，咱们戏里边呢有一个身手不凡的终极大 boss 的角色，我觉得你男朋友特别合适。你放心，就3天。啊？让他演戏？来，哥们儿，让一下。不合适吧？反正片酬好商量。导演，那个，咱们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角色吧。萱萱姐好，拍完了？对，我都拍完了。哎，小直姐那个男朋友近看真的超帅的。刚刚我在等戏的时候听导演说，下一次的终极大 boss 要请他来演呢。哎，萱萱姐，我有事先走了，再见。喂，小燕，我现在严重怀疑田径直的精神状况，是不是被你拒婚受太大刺激了？虽然他手心里没有婚姻线，但是你对他感情有多深，我是清楚的。现在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理。他怎么了？他交了一个醋坛子男朋友，而且有暴力倾向，现在就在剧组呢。喂，你有在听我说话吗？我们已经分手了，他跟谁在一起，不关我事。干杯！干杯！干杯！昨晚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看了没有？天哪，那剧情算什么呀？男主角抱着女主角，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女人。”哎呀，太土啦！没错，除了张轩轩3秒钟哭出来的演技之外，
哎，这么老土的剧情，完全是败笔，败笔。没有看角色杂志上个月的调查吗？嗯，喜欢看偶像剧的女性，有90%的几率会变成滞销存货，甚至破妻。所以，无知的女人们，像我们这样平凡的好男人，也是有坚实的臂膀的啊！清醒吧啊！世界上如果只剩下鱿鱼仔一个男人，勿宁死。不是勿宁死加1。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好吧，长得挺丑的。哎，下次去日本一定要先去秋叶原买那个梅里号的手办。啊，这有船啊？什么叫这个船啊？它不只是个船。算了，反正你也不懂。哎呀，你怎么还看这个呀？那个枪支走私的案子不是破了吗？但是我还要写结案报告啊。嘿，结案报告为什么要你写啊？你是文员吗你？再说了，警员是办公用品吗？香港那边说借就借啊？在香港黑帮电影里面，只要警察敢说一句“唔該晒大佬，香港係法治社會嚟㗎”，就出來一票子黑幫把警察殺光光。田小姐，唔該晒，香港真係法治社會嚟嘅。好了，別氣了，我這次立了功，等軍功章下來，我們一定找個地方大吃一頓，好好慶祝一下。不要，要胖死我！哎呦，答應了，小直。要死了！呀，你是雞毛學會獵犬呀你！你打我！我可是警察。警察怎麼樣？警察怎麼樣？好了，你不要生气嘛，快说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真不知道，好久没看电影了。哎，我听说有一部电影特好看。什么？叫什么《12公民》，你们看了吗？没有。是新出的，然后全都是特别好的演员，然后超赞。变了。田小姐，第一，如果不是可以和张轩轩小姐搭戏，我是不会同意来演的，是你提议的。现在又怪我太投入，这样合适吗？第二，我个人十分欣赏张轩轩小姐的演技，难道我就不该更敬业些吗？第三，她未婚夫体质弱不惊吓，并不是我的错。薛先生，第一，我只是提议，同意演出的人是您。第二，张轩轩是我的闺蜜，也是有个变态欲望的大花痴，所以我希望您对她高抬贵手。第三，我最尊敬的就是认真做慈善的人，比如那个被你吓得半死的洪先生，所以我担心他也是正常的。如有言辞不妥，还望海涵。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小人。小姐，请问您几位？两位，这边请。哎，我是不是不让你吃？每次都点的好难吃，长得难吃点都选。小姐，请您先看看菜单。你刚说我什么？长得难吃，长得像这块奶油。啥好好吃？这些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的人，真应该被抓到警察。好难吃哦！见鬼，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你见过长得难吃吗？你长得就难吃。哎，小姐，要不咱们你想点点什么？看男二是在求婚的时候被张轩轩拒绝呢，还是在婚礼现场被男主抢新娘？我呀，抢新娘。你呢？什么可多的？反正男二女二最后都是炮灰的命。拜托，你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好吗？小燕哥，你压什么？小燕哥肯定要拒婚啊！这不前阵子才潇洒的拒绝了田小姐吗？哎，鱿鱼哥，你还真说对了。田小姐在戏中演女二，在生活中也是女二，这不真是炮灰吗？哎，也不知道谁能中大奖，成为小燕哥的真命天女。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怎么回事？哎，不好意思啊，小姐。对不起啊。
您是田静植小姐吧？小植姐，不好意思啊。干什么？放开我！干什么？很丢人啊！乖，别闹了，大家都看着呢。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田静植的男朋友薛灵桥。听小植说你们之前对她很照顾，我在这里感谢各位。你放心，她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会用心的疼爱她，对她负责任。各位慢用。这是个看脸的世界。不生气哦。隔壁阿姨说你胖，不是嫌弃你哦。看你这脾气，跟你姐简直就是一个妈生的。哎，别换鞋了，别换鞋了，我们现在去妹妹家。去妹妹家干嘛？她又出车祸了。啊？哎，呸！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妹妹啊，网购选错地址了，把东西寄到这儿来了。你看她买了什么东西？嗯？你又偷拆小植的包裹？不是，你看她买了什么东西？你看看嘛。不是你这，哎，你等等我，没穿鞋呢。嘴巴那么臭，给你头大便堵住你的嘴。憋死！喂，伯母啊？什么？避孕套？表兄弟就是那个表兄弟啊？什么？喂，伯母，信号好像不太好，听不清。死定了！得赶紧通知大小哥。我没有大小哥的号码。要是田小姐知道我吃里扒外，肯定会打断我的腿。算了，大不了打断了再去接我。你明天还得拍戏呢。要你管！你有病就吃药，干嘛放弃治疗？偶像剧看多了吧你，老土，混蛋！好，我错了，我多管闲事。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吗？你到底要哭到什么时候？为了一个抛弃你的人，哭死了值得吗？干嘛把我的生活弄得鸡犬不宁的？你走啊！你要不走，你就杀了我，我死都不跟你在一起了！快！哎，老田，记住，要保持风度，记得进去前要敲门。
我去我女儿家，我干嘛要敲门？把钥匙拿出来。在你兜里。哦，在我兜里。走吧。你打够了吗？告诉你，我看够了。跌倒了，爬起来就行了。只会坐在原地哭，怪那块绊倒你的石头，这样一点用都没有。我看你根本就不想爬起来。如果你每次遇到他的朋友都默默离场，也不去任何有他在的地方，那好，那你就永远也别站起来。要是你这么讨厌我，我早就是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如果不想再见到我的话，那就照顾好自己，不要受伤。你们在干什么？爸妈，你们怎么来了？你敢亲我女儿！我打你！快打！打死你！别打！你亲我女儿！打！我亲！你打！我打！我怀孕了！事情反正就是这样了。然后我就怀孕了。我想打掉，他不让我打，于是就是你们看到那样了。哭什么哭？事已至此，你还指望你女儿跟他分手啊？我可以分手啊！你闭嘴！妈，你闭嘴！谁让你叫我妈？请称呼我邱女士。你给我回房间去，现在，立刻，now！怎么办呢？怎么了，豆豆？谢天谢地，你终于接电话了！我现在都快火烧眉毛了。现在有一件更火烧眉毛的事情，你爸妈已经知道你家住的不是表兄弟了，正赶过去了。我真希望我30分钟以前接到你的电话。我已经被我爸妈逮到了，我被薛妖怪压在沙发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我怀孕了。但是问题是我爸妈在不停的打薛妖怪，我特别害怕薛妖怪一生气把他们的脖子给拧断了。他们现在已经在下面聊了有20分钟了。你确定大乔哥是在跟他们聊天，而不是扭断了他们的脖子？条姐怎么不说话了？你看到什么了？条姐，难道是尸体？哇，比看到尸体还要劲爆！你慢用。好香啊！是吧？真是好茶呀！我喝看啊。爸，你怎么喝他进的茶？怎么？我们今天不来，什么时候才能喝到女婿的茶呀？就是。是。父亲大人，您消消气。算了，老田，我看呀，今天有点晚了，我们先回去吧，改天再和女婿谈谈婚事该怎么办啊？好，好，那全看母亲大人的意思。你看看多好啊！妈，邱女士。其实我俩这会儿正闹分手呢。你闭嘴！我们呢很满意这个女婿，要是你这次再被甩，或者敢动我外孙一根汗毛，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算了算了，当初你怀孕的时候，还不是有一段时间跟我闹着要分手？小两口子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啊，我们走了啊。走了。
什么要说我怀孕了？刚才怎么好像有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说怀孕了，怀孕了，怀孕了？是烦死了！你到底跟我爸妈说了什么呀？你不是耳朵很好吗？怎么没听见他们进来的声音呢？这么晚你去哪儿？因为田小姐您的哭声太大，导致我没能听到，对此我很抱歉。另外，相机的钱我会准时打给你的。关于客串角色的事呢，让剧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会去的。你要走？你把我的人生搞成那样，你就想走？这种寄人篱下、养人鼻息的日子，我活了500年第一次遇见，我也已经受够了。田小姐，我们还是各自珍重，有缘再见吧。你离了我们家，你还能去哪儿啊？再说了，你不是在找仇人吗？这离了我能行吗？多谢您关心，不过我知道有句话叫“君子不强人所难”，而且我马上就要被全人类通缉了，恐怕会连累田小姐的。这也不一定到5000万，对吧？咱再想想办法嘛。你不了解邱女士啊，她只要一生气就不会让我叫她叫妈了。而且她说断绝母女关系，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啊！她的脾气跟我外公一模一样的。放手，这关我什么事？我宁愿死，也不要跟你住在一起。这句话我送还给你。我错了，我错了。我求你跟我住在一起，我求求你好不好？你是真的想让我留下来吗？保证书，真够土的。第一，绝不随意打骂乙方，践踏乙方的尊严。第二，积极热心帮助乙方寻找仇人，而且绝对不逃避责任。第三，乙方住在甲方家期间，要配合甲方假扮情侣，但不得有非分之想。OK 吗？可以签字吗？你这人真的很小气哎！你都活过几百年了，肚子里应该能装好几艘航空母舰了吧？用不着写保证书，你能做到就好。我睡觉了。